我们很多人在反手这个技术上面，在打的过程中，大家都有这种有点迷茫。这个动作呀，引拍到哪儿啊？到底挥到哪儿？是不是有点懵懵的啊？有的老师是挥到这儿，有的老师是挥到这儿，有的老师教的是这样有的老师教的是这样。肯定好多人的这个反手攻球动作都有点懵懵的。实际上来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个反手攻球动作是不是？你看，因为我看到的反手动作千奇百怪、乱七八糟，就是每个人的反手动作都不太一样。其实一个动作还是像我说的，它没有绝对标准，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。它有没有绝对标准？没有。你说谁的反手就是完美的吗？不是的。每个人就世界冠军的动作它都不一样，但是有几个原则咱们必须把握一下，就是我常说的，反手一定是在腰腹前，它不是手在腰腹前，是拍在腰腹前。你看，不是手在腰腹前，是拍在腰腹前这是第一原则。第二原则，大家看，要想反手好，手腕你的这个大拇指一定给我顶住了这个球拍。如果说我们的大拇指在这儿，你看，那你不在这个球拍上，这个后面的力量是空的。大家看，这个力量是空的，那么我们在发力的时候，你会感觉这个拍子很晃我们一发力的时候拍子很晃，所以说我们在握拍的时候，大拇指把这个把我摁住我们的胶皮横板那么如果是直板的话，大拇指也是压实我们的套胶，你看压实在我们的套胶上。那么从引拍到出球的时候，大拇指按住我们的底板，正反手都是。你在击打的时候，你不能让你自己背后的这个力量这一节上让它空，如果空的话，它反手是发不上力的，还有以后的摩擦。所以说这个指头，大家是不是都看过我的反手相对于我的技术体系里，我的反手算很好的小韩老师的反手呢，算我整个的技术体系里，它算很出彩的。所以说我的诀窍是什么？就是这个大拇指。大家在打的过程中呢，你是初学也好，你是拉球也好，仔细看这个位置它都是顶上劲儿的。你顶的这一下就是你拍头出球，你看这个速度是你这儿来产生的顶实拍子，看拉球也是直板也是，直板的大拇指压实底板它不是虚的，千万不能在打的过程中是虚的压实了那么我们都知道，出球这一瞬间的爆发力和摩擦都要依靠于我们整个拍子的运行速度，拍头的速度。所以你的关键点反手把握这个原则，就是我大拇指得用上劲儿第一，我的拍面呢，整个的拍子要对，真的是秘诀，放在我腰腹这个位置，不是手在腰腹的位置，这就是很严重的一个错误动作放过来。第二，大拇指。来，第三，我们看一下拍形的问题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拍头的位置拍面。大家来看我整个的拍面角度。好，我们刚开始学习反手的时候，大家发现压拍上不去，对不对？我一压拍嘣就下网，一压拍噔就下网，是不是会下网？然后咱们会养成什么习惯呢？亮得开，就跟推挡的拍形，尤其一些老师傅还是直板，然后我们的横拍在学这个过程中还怎么样？你看学这个过程中就变成了直板的推挡了。来，大家看是不是很多人学到反手横板学一学就变成推挡了，去学推挡去了，是不是这样了因为我发现什么呢？我亮开拍形，这球我才能打上台我一压这球怎么样？就下网了。有没有这样的球友所以练一练自己的拍面，开始特别的亮特别的亮。来，我说一下这个问题这完全是咱们的心理问题。我做一个反手相对于比较标准的过程，好不好？比较标准的过程，然后大家仔细看一下看一，然后二，一比较标准的，我用蓝海绵比较明显。大家仔细看我的拍形，看我的拍形。好，那么如果你是这样的，那就是错了
大部分的球友都是这个问题，都是这个问题，他不能怎么样，下来出去，下来出去。那么我为什么会下网呢？是因为我在打的这个过程中，我的手上没有形成弧线。你看，我们正手的弧线引拍是在我腰腹侧面收至两眉之间的，看，收至，这就是弧线，这么长，这一节大家看我的收臂叫弧线，反手也得有啊，反手也得有弧线，是不是？如果我们在打的时候，你是亮拍向前推的，这就其实你换了一个推法，其实你就是推挡。那这有什么弊病呢？我虽然在练习的过程中，两个人在推的时候我能上台，但是你会发现这样的推球动作你是打不出这样爆发力的。你看，我们是打不出来这种爆发力的。还有你拉球的时候，我们能推着拉吗？拉球不得转动拍头去摩擦吗？对吧？它接续的很多错误动作，那么你在练拉球的时候，你会无限痛苦，找不到拉球感觉。你发力的时候，你也找不到发力的感觉，你不可能是推。所以这个问题得改，怎么改？我跟大家说一下。第一，我们在这种普遍反手的引拍的时候，都容易拿得高因为我人紧张，我的肩架得高，手架得高，所以我在引拍出球的时候，大家看它在我胸前的位置。实际上我们在引拍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在腰腹小腹的肚脐的这个位置的高度。你看，我如果站在我的球台这个位置，它应该在我腰腹球台上方腰腹的位置，手不能端得太高了你端得太高了，你就没有弧线的空间，所以我们得放下来，在腰腹的位置这是第一点。第二呢，我们在出球这一下，大家看这个出球这一下，我们收臂的这个过程，从内收到外展的这个过程，就相当于正手的弧线，所以我的动作必须要做完整。这个力量不是由后向前，由后向前的，这个力量看我的拍头反正我在教学生刚开始的时候，因为大家打好了，你的动作是随之而变的，你就像撕球它是这样撕的。那你说你反手攻球的时候，我们刚开始练的时候，我们要找到这个弧线。那我感觉我出球之后的这个高度，最起码它得是什么？它跟我的这个脖子胸前的高度差不多。如果你推出去的时候你是这样的，或者直接拿起来是这样的，那这就是个错误。它的引拍及出球这一节的弧线，我们是要把它做出来的。如果你把这个弧线做出来，我们的拍型就能怎么样？压住了我们的拍型大家就能压住了。实际上它的弧线呢，是靠我看靠我什么产生的？靠我反手这一节的弧线而产生的。所以我把拍压成这样，你看我也能上台。我们极端一点，那你说反手拧拉是这么拧的吗？肯定是压拍拧的，都是这样拧的，拍型都压到这种程度，对吧？所以说大家在打球的时候谢谢大家的支持所以我们得有一点，我们得深刻的认知到，我们如果说拍面亮开这样推的话，它会对你的后续的进阶的技术有很大的影响。我们一定要对所有直拍横打的也是，在引拍的时候，我认为反手攻球基本上在2点钟左右的位置2点钟到2点半都可以，就是你的引拍时候的这个拍型。一会儿我说一下虎口引拍及出球的这个拍型，你看看它始终都应该保持压拍的状态，只有这样的话，我们在发力的时候，你看我们才能发上力，不然它叫推，它不叫发力它叫推。看出球引拍出球引拍，看我的拍型，出球引拍出球引拍出球引拍出球它这个过程呢，就是因为大家肯定我的好多老粉都知道，其实反手它是有这种像扇子打开一样它不是直前直后的。大家看它不是直前直后的，你一直前直后，你一拉球的时候就变成这样。实际上我们的拉球，大家看，比如说我的左手放到这里
那么我在拉球的时候，我引拍在这儿呢，对吧？我在左腿的内侧的位置。那我出球的时候，大家看我的拍形，哎，拍头接近于出球的时候已经接近于我的左手，然后向左前方走的，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弧线的。如果我在拉，大家觉得这样拉是对的吗？由后向前或者这样拉是对的吗？对吧？实际上我的左手一放到这儿，大家就能看到很清楚了。看，引拍，接近于左手了，出球，它的整个拍头是要转动的，是吧？大家说是不对的。对，那么你在前面我们把这个动作做好以后，你开始过渡到撕，过渡到挑，过渡到拉的时候，它只是摩擦增强，发力增强，质量增强，实际上你的衔接的中间的这个时间就会很短暂。但是如果我们基础做不好，你会发现等你学撕的时候始终找不到摩擦，学拉的时候也拉不好。其实它的关键点是什么？其实就差这儿了啊，基础没打好，基础把这个动作原理框架弄错了，对，所以大家出问题了哈。大家说的这个弧线呢，大家一定要充分的找到啊。那这个弧线呢是什么呢？弧线其实它就是像扇子打开一样，一个扇子它打开的时候，它肯定不是这样打开的，它是有弧线打开的。所以大家看我的反手攻球动作，大家觉得哎还挺标准的，是不是感觉有点标准？这个标准的关键呢，就是我不是直后直前的推，而是看它是有弧线变化的哈，弧线变化，大家仔细看。哎，对，它是有弧线的。那么我们的拍形从这里面哈，多次强调了，无论是正手还是反手，拍形千万不要有变化。引拍到出球，这个拍形它都是一致的。如果我们产生了二次拍形，比如说我是亮的，一看这球要下网了，我压它，或者说来球以后我压的，我一看这球要下网了，我亮开，或者是我压啊。像这种的全是错的，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啊！我们整个的拍面要保持一致性，看，哎，一致性。如果你经常下网，它必有原因；如果你经常出界，它肯定也是框架的一些问题，它跟你自身的拍形没有太大的